三月，当心那鲛人。他是纪云河抓回来的，不会出手。黎叔，你躲开吧，这事儿我来做。别碰他！鲛人真为你开口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少谷主，有人看到纪云河和雪三月都进了四国窟，只怕此事又有蹊跷。来了，真的来了！我跟你们说，大麻烦来了！林少卿不知道听到什么风声，带着人从那边过来了。今日这麻烦还真是没完了。黎叔，他们3人今日都不能留了。你，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就不能先讲和吗？说得倒轻松，你以为我不想啊？雪统领，你就不能冷静地跟我谈一谈吗？和你没什么好谈。我在余光中仿佛看见我们在那儿，也曾像一朵花开，相遇在开满万花的庭外，像一首歌，相遇在字句天来，留白时漂白。雪统领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跟长意是恋人，你我同为禁令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告密，你能相信我吗？长意，林浩清马上就来了，你躲在里面。来了，真的来了！今日这思过窟倒是好生热闹。雪统领不是说过不许任何人进入此处吗？雪统领，怎么解释？我跟长意是恋人，你我同为禁令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告密，你能相信我吗？定是纪护法私闯思过窟，真是嚣张的过分！慢着，是我听闻护法曾让鲛人开口，有些好奇，喊他来验证一番罢了。少谷主的仙士倒是有想法的很呐，少谷主都还没开口，便先定了护法的罪。雪统领想验证鲛人是否开口，可以。你的为人全谷皆知，不会徇私。禁训3日，也是你亲口所说，希望能注意分寸，免得落人口实。好了，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，那咱们就散了吧。你真的要跟雪三月结盟吗？雪三月实力至强，与他结盟，我们逃出万花谷的胜算也就多一分。但是你哄得好那位于大爷吗？先前你骗了他，刚刚又强吻他，现在你又要求他陪你一起做戏。哎呀，我真的担心。大尾巴鱼，今日轻薄你，实属无奈。你若帮我度过这一关，日后我定好生供养你，叫你天天大口吃，大口喝酒。长意也是我的恋人，
纪云河，让你嘴欠，活该。不过，红红应该能好吧？大尾巴鱼，哎呦，这都过了1宿了还生气呢？哦，这事关重大，实在是得生气，这事儿做得太不妥。只是，昨日事态实在太过于紧急，我没来得及多想，实在是有失妥当，没管住自己的嘴。哎呦，你就别生气了嘛，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你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好了。狗？哎呀，你这么生气，是不是因为那是你的初吻啊？那我也是啊。哎呦，大尾巴鱼，好大的鱼腥味儿。你被关了这么多天都臭了，大尾巴鱼。你要不要去沐浴？我一定好好伺候你。如果我能让你觉得开心，你是不是就会原谅我了？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保证让你洗得痛快，绝对不亏。水虽然少点儿，但总归是有水的嘛。来，我帮你啊。来吧，怎么样？有了水，心情是不是好了一点啊？只要你能原谅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想要什么，你跟我说。你们道歉的礼仪还真挺特别的。喜欢吗？来，是不是很感动啊？掉进去了。我帮你。哎，来。怎么样？又失败了。哎呦，这3日你都哄了他多少次了？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，什么方法都试过了，还浪费我那么多的零食。哎，这条鱼它到底要摆多大的谱啊？它有完没完了？行了，3日期限很快就到了，雪3月马上就要去苏国窟查验成果了。哎，洛洛，你说我这次自告奋勇的去殉教是不是错了？以前我总是特别自信，觉得轻易就能洞察人心，可是偏偏这回遇到大尾巴鱼，我却变得不知所措起来。我该不会这次真的要失败了吧？打住啊！我认识的纪云河从来就不会这么轻易认输放弃的。你之前不都说人要将心比心吗？你跟那条呆头鱼那么像，你肯定知道它怎么样才能开心。我和他像啊，他是骨头最硬的鲛人，巧了，你是脊梁最硬的玉灵师，都是身不由己又不肯屈服，你们俩简直就是一类人。行了，我给你盛一碗甜汤，你喝了之后啊，重振旗鼓，再战四国窟。然后这一碗呢，你给他带过去，毕竟孤零零的一条鱼，在岸上无亲无故，怪可怜的。给洛洛，你真是这世上最聪明的人。我知道啊，这给你，我想到办法了。哎，甜汤不喝了，不喝了。那我自己喝了。大尾巴鱼，其实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的，是我做错了事。这几天，我本来是想着找一下好吃的好玩的来哄哄你，但是一直不得法，最后就只剩下这个不值钱的小东西了。我不认识其他鲛人，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，但是流离在外、孤独无依的人，最想念的应该就是家了吧？
这个海螺虽不像其他法器那么珍贵，但听说它能听到海的声音。希望你在孤独无依的时候，它能够让你开心点。每双眼睛都是雨，眼前沧海的一滴，时光如梦盘旋成了你，一盒发起涟漪，我像风在银河间飞行，经过入海的星星，如光的桑林越天空的心，完成浅笑的过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喜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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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悦你，想和你成为恋人，想时时刻刻和你在一起。可是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可你帮我，护我，对我毫无保留。大尾巴鱼，喜欢这件事情呢，无关时间长短，只关乎于你的心。你呢？你喜欢我吗？你会时不时的想起我吗？想不想跟我在一起？要不我再亲你一下，让你好好想清楚。父亲说，和喜欢的人要先拥抱，才能亲吻。怎么样？他是不是信了？云禾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没什么，有点累。那他信了你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该去劝他断尾了？这么快？快！我们不是要赢2局才有胜算吗？云禾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继续吧。办法我已经想好了。你这本广物集呢，也不是全无用处，它里面收录了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。你呢，你就去诱惑他，说这岸上应有尽有，想要带他一起享乐，他肯定能放弃鱼尾，甘心跟你上岸。我看你是自己想出去玩吧。我骆锦江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啊？反正你去告诉他，岸上比海里好多了。喜欢的人，是不是应该带他回大海？
禁训期已过，接下来的3日是你的，但3日后，便轮到林浩清。多谢雪师姐。不必跟我套近乎。我没兴趣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只要上岸，就会有好多好多的山珍海味，为什么不呢？山珍又不好吃，海味海里就有啊，不用上岸。不对，这才一夜，你说话怎么就变得这么利索了？云禾，你们俩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偷偷教他说话了？他是不是咬你嘴巴了？你别乱说话。大尾巴鱼，岸上其实除了吃的，还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呢。哦，对了，大海里一定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吧？哪像岸上这般明亮？我住在大蚌里，有一颗大珍珠，自己会发光，可以照亮所有的东西。一颗珍珠而已，能有多大呀？差不多，就跟你这个人一样大吧。哇，这么大！可是住在蚌壳里，一定也很憋屈吧？我住的蚌壳比这里大10倍，父亲的居所也比万花谷大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带你一起回大海。可是大尾巴鱼，难道岸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们海里没有的吗？父亲说，岸上有心思狡诈的恶人，贪图鱼尾，海里没有。你们这些鲛人真是的，就这么看重这条华而不实的尾巴，有那么重要吗？鱼尾是我们灵力的来源，除非我们自愿，否则即便是刀劈斧凿都不会断的。不过一旦鱼尾断了，灵力就会大损，而且再也不能回到大海了。失去尾巴后果这么严重，连家都回不去。鲛人断尾，入水如焚，族里视为背叛。所以父亲说过，即便死，也不能断尾。哎，云禾，要不咱们俩也长条尾巴，一起下海得了。我还有事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你还能有什么事啊？洛洛，他生气了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不过，一旦鱼尾断了，灵力就会大损，而且再也不能回到大海了。鲛人断尾，入水如焚，族里视为背叛。从最开始，我的目标不就是驯服鲛人吗？可为什么听到他会失去尾巴，再也回不了家，我的心里就这么难过呢？雪统领，云禾说我们是盟友，应该互相帮助，各自为营而已，我不会帮他出手的。我不找你，我找黎说。你让我教具云禾怎么让长意更喜欢他一些？多的我不能说，总之只有长意更喜欢云禾，才会愿意为他上岸。而且我们这堆人里面最懂感情的，不就是你了吗？哎呀，为何这么说？你连雪3月都能拿下，一定很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实在不行的话，那我就给你灵石了，反正你灵力那么弱，应该也需要的。哎，行了，小蝴蝶，省点你的零食吧，就凭你这么信任我，这个忙我帮。但是这个叫季云禾没用，真正该学的呀，是那条呆头鱼。
猫去教鱼，他能答应吗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哎，是，你懂。哎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早知如此，我就不来教你了。你我两族有旧怨，你怎么会帮我？你早日和季云和重归于好，我就能早日带着3月逃出万花谷，逍遥快活啊。再说了，季云和与你闹别扭，你不难受吗？你就不想看到他早日恢复那灿烂的笑容吗？我当年熬了多少鱼汤，我才能留在3月身边？所以你光等着没用，想要哄回季云和呢，你就得动手了。怎么动手？你得学会一门逗他欢喜的拿手绝活。实在要想学我呢，把自己炖汤也行。哎，你这就没意思了啊！好好说。哎，老实说，我也想不出什么秘诀。当年我在琼林峰当山大王的时候，哎呀，那叫一个吃香的喝辣的，每到晚上就来精神，漫山遍野都是我的欢场。可是3月不一样啊，晨早卯时他就起来练功，晚上亥时必然休息。亥时啊，老鼠都还没出动呢，你让我这小山猫怎么活啊？还有，他先前背上受过伤，睡觉受不得凉，而我呢，一身的皮毛，受不了半点热。可是你看我现在，不但能替他暖床，还养成了晨起昏息的好习惯。因为这样，3月会开心啊。只要喜欢的人对你笑，那胜过世间最美的花。哎，洛洛，你托我来这里干嘛呀？我找了黎叔来帮忙。你找黎叔来帮忙？啊，你放心，我们的计划我什么都没说，但黎叔说了，你们是盟友，他会帮你，而且他还说，你跟长意的关键不在于你怎么哄他，应该让他开窍，反过来哄你。总之，只要你今天晚上过来，他保证会给你一条乖乖听话的大鱼。怎么想都觉得这只猫好像不太靠谱。你傻呀，他和雪三月，他和雪三月是真情实意，自然什么招数都行得通。但我跟这条大尾巴鱼不过就是逢场作戏，如何相提并论？哎，金河，不行了，你那叫人团犯病，口吐白沫，抽搐不止。啊！哎，肯定是林浩清搞的鬼。哎，你就别跟进去了。放开我！你拦着我做什么呀你？哎呀，我让你过来帮忙，又不是让你过来挪我。你这个大笨猫，你好聪明，好聪明的一只小蝴蝶。你过去干嘛？我本身就比你聪明啊，但是现在夸我也没用，别拦我啊！哎，等一会儿啊！大尾巴鱼。云和，过来一下。你这玩的又是什么花样啊？来，你之前给我沐浴，我也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你。一定是黎叔教你的损招，对不对？你不用听他的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他说的都对了，要做就要做到位嘛。我一定要跟你那天做的一模一样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错哪里都可以。不用。来，不要过来！入乡随俗不是吗？我应该学习你们道歉的礼仪。那不是我们的习俗。那你那天是在骗我？我没骗你。那不就行了？等一下，别！不要为什么叫这么大？哎，怎么干什么？这声音听着不对劲啊！云和该不会被那叫人打了吧？我进去看看好不好？打什么打？人家这是开心，好着呢。放心，没事的。
孤男寡女共处一夜，有何矛盾不可以解决？难道你就不希望他俩能早日成双成对？成双成对有什么好？云禾还能长尾巴？哎呦，都说南海百幻蝶聪慧通的，你啊，还真是别具一格。我就说你是万花谷最上道的人，我也觉得我特别有趣。有趣，有趣。有趣，有趣。啊，可以了，长夜，够了。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是很感动啊？长夜，其实恋人的相处方式有很多，不一定只能沐浴啊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既然云禾的戏要骗过长夜，那自然是要逼真一些才好。这书上说了，情人之间100年修得共枕眠，想来自然是一起睡觉。哦，你又瞎指挥什么？是吗？对，我最喜欢睡觉了。你来，我睡那边，你睡这边，闭上眼睛睡觉，我最喜欢了。好啊，你喜欢就行。哎呀，小蝴蝶啊，关键时刻你还可以啊。不是，你没有听见他们里面没声音了吗？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他们睡了？哎呀，我刚夸完你，你又犯傻。我们已经水到渠成，功德圆满。走了，回去。哎，你要走你自己走，我要在这儿等云禾。那你自己在这儿守着啊，我可回去陪3月了。没想到我堂堂万花谷护法，竟然被一条鱼弄得这么狼狈。长夜，这么快就睡着了？你这条鱼长得真好看。哎，你到底在傻笑什么呀？还想着季云禾和鲛人的麻烦事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条鱼看着呆，其实一点就透。我说他举一反三都不为过。多管闲事。3月，你一向独来独往，这次好不容易有了盟友，我当然得费点心思啊。对了，3月，今日天寒，你背上的伤估计又发作了，我为你取暖，好吗？嗯，来。我来。鱼抱着睡，能暖和吗？天不语，我来弃镜中自己。雾里看不清，翻银行徒有名声别离，随我
云河，云河。天地间五色晕开，与细心的尘埃，是谁在为我等待？愿点亮世间星海。我为你孤身而来，一步一生存在，一呼一吸入血脉。爱重视了自己，画下你落下，一字一句读你的明媚如画，疗伤过万丈，一跃而上冲开了寒江。幻想天之涯，与你共舞一束皎洁的月光，沙土一粒，万物中的自己，泪出一滴，坠入天际。你说什么？季云河在禁训期间数次偷入思过窟？是，而且寄护法似乎与鲛人举止亲密。为何现在才报？我也是之前无意间看到的，看得不是特别真切，所以不敢禀报少谷主。但隐瞒不报，心中又一直难安，这才想请你拿个主意。你醒了？你干什么？不是说我睡这边，你睡那边吗？怎么？你怎么这么烫？你昨晚干什么了？你也把自己煮了？我看你很冷，所以我……你用自己的灵力帮我取暖？你疯了！你们鲛人喜寒畏热，你这样，你不怕疼吗？我怕你疼。我看你睡着的时候非常痛苦，在海里，只有受过苦的鱼才会那样，所以我想让你睡得好一些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说过的，我们是恋人，而且你对我非常好。你好，我就很开心。哎，云河，你终于出来了。你跟那个大头鱼怎么样了？你跟他睡了一晚上，他也没有答应你啊？啊？怎么了？回去再说。少谷主，你现在相信了吧？季云河与鲛人之间恐怕不清白，还有雪三月在禁训期间多次徇私放季云河入内，只怕早已勾结。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结党是一回事，私通地仙是另一回事。他对鲛人，或许只是怀柔之计罢了。自鲛人入谷以来的种种，你还觉得只是怀柔吗？他毕竟是我万花谷的护法，只言片语，不足为凭。少谷主思虑周全，可是感情一事，女子往往比男子更清楚。思雨所思所虑，皆为少谷主，请少谷主相信思雨这一次。如果有误，思雨愿以命相陪。洛洛，你下次能不能不要再乱出主意了？我什么时候乱出主意了？不是睡得挺暖和的吗？季云河，你不对劲啊！你该不会是反被那鲛人说服，要跟他去海里吧？其实小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害怕睡觉。每次林苍兰发动寒霜之后，再疼、再冷、再累，我都不敢熟睡。我怕眼睛一闭上，
就再也睁不开了。可是昨天晚上，我真的睡得很踏实。如果我真的让大伟被鱼断尾，他会不会再也不原谅我？季云禾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自从遇上他之后，你就变得犹犹豫豫的。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逃跑之际，哪有什么别的心思？好吧。这万花谷中，怕是又有什么事。我有预感，只要林浩清在，绝对没好事。请说，谷主尚在闭关，有何急事召大家前来啊？事发突然，我不得不带谷主行事。诸位长老可记得万花谷中最重的戒律是哪一条？自然是禁御灵师与地仙相恋。不错，御灵师所收仙士都是从地仙中选拔。可少谷主收到密报，说有御灵师与仙士秘密相恋。谷主平日心慈，至骨宽仁，但没想到有人竟犯下这般大错。也许是有人无事生非，混淆视听呢。事关万花谷清誉，谁敢以此造谣？那也说不准啊。若是有人嫉妒别人的功劳，刻意陷害诬告，非要搅得大家不得安宁，那也是居心叵测。万花谷不会污蔑任何人。此镜名为情人剑，是专门鉴定此事的宝物。取御灵师与仙士的血滴在上面，若一方对另一方有情，血便会主动相濡。今日请诸位长老来，也是做个见证，看看是谁竟犯下此等大错。继护法是我辈中第一尊位，还请继护法第一个开始。青出大人，继护法和他的仙士落锦桑情同姐妹，就算要验心，也不该是和他吧？我竟不知护法还有别的仙士。仙士倒是没有，不过他正训育的不是一个绝色鲛人吗？鲛人，那鲛人可是顺德仙姬钦点的仙士，觊觎仙姬的仙士可是罪上加罪呀。原来目的在这儿啊！少谷主为了赢我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不过让这么多长老还有御灵师相陪，这阵仗是不是闹得有点大呀？兄长是为了师妹的清誉着想。继护法，用事实封众人之口，对你也是有益的。不过目前鲛人关在思过窟，多有不便，先验其余人，验完再去思过窟。哎呀，你们可真是吵死了！我当初看万花谷是处福地，还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这才想着屈尊前来。没想到你们一个个这么麻烦，那我可就不奉陪了。站住！青叔大人，少谷主受伤了。请说大人，浩清怕是撑不住了，还望今日暂停，明日继续查验。此人就交于我，定会重罚。就依少谷主所言。你方才是故意挡下黎叔那一击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担心自己明日将验，这般关心他人仙事，莫非你笃定明日之验，他和雪三月能验出些什么？原来黎叔是在掩护雪统领，难怪之前雪统领这般偏袒护法。
原来是护法手中早有他的把柄。有什么事你就冲着我来，何必要牵连无辜？对付你的招数随后就来，还请师妹安心等着。好，我等你。少谷主，就算我们抓住雪三月和丽舒，也验不出纪云河呀。我看他确实不像是担心自己的样子。定他罪责的方式不止眼前一种。替我去个地方。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别着急，啊，这情人剑只对动情之人有用，该紧张的应该是黎叔和雪三月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跟那条鱼，不会有点什么吧？瞎想什么呢你？赶紧看书去，明日就是公开试验了。怎么说，我跟雪师姐也是同门一场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但是那个情人剑是上古至宝，根本就没有瞒过他的方法。那就毁了他。你说什么？夜半大殿警备松懈，纪云河，愿不愿意随我去闯一闯？哎，我们家云河不愿意啊！万一要是被逮住了，那岂不就坐实了罪名吗？而且我们所谓同盟就是应该休戚与共。再说，你担心的那件事，只有情人剑毁了才能一了百了。我连林苍兰都不怕，我还怕他儿子不成？你干什么？黎叔，你在哪里？雪统领，少谷主知道你们主仆情深，一定会来搭救。所以特命我在此等候相告，黎叔另在他处，但一切安好。少谷主让你带的话不止这些吧？你应当知道，少谷主的目的只是为了赢过纪云河。你和你的仙世如何，并不是他所在意的。雪统领既然愿意与人结盟，为何不选择一个对你更有利的盟友？他想如何？今夜让纪云河毁了情人剑，如此方可救黎叔一命。与虎谋皮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为了黎叔，雪统领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你们最好信守承诺。青书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属下深夜巡视，见季护法在立风堂附近行踪诡秘，才传信于少谷主，同时跟着季护法进了立风堂，想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。青书大人，浩清也收到密报，说纪云河今夜想销毁情人剑，与雪统领所报不谋而合，这才斗胆请大人一同前来，只是迟了一步，可惜了这情人剑。青书大人，纪云河迷于守卫，损毁情人剑。无论他是否与人有染，都应该先关入思过窟，等候谷主出关处置。季护法，你身为御灵师，竟知错犯错！青书大人，你们说我毁坏情人剑，那这是什么？司仪说我迷云守卫，其实我也是担心有人会毁坏宝物，所以才过来看看。
却没想到一到门口便发现守卫已经被迷晕，情急之下才进入内殿查看。幸好这情人剑完好无损。青书大人，季云和诡计多端，说不定他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思雨，全谷上上下下除了谷主之外，尚都尊称我一声护法。你一个小小的仙士，竟对我疾言厉色。不过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既然大家都这么关心我与鲛人有染一事，别等明日了，今日便用情人剑鉴明结果。去取鲛人的血。是。如何？现在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吧？薛三月，是不是你帮了他？你不管黎叔的死活了。青书大人，雪三月与他的仙士黎叔相恋，与季云和狼狈为奸，此事定是他们二人合谋设局。万花谷的规矩，何时崩坏到任由一条疯狗乱咬人了？青书大人，白天您主持茶宴，黎叔突然闹事，您就不觉得可疑吗？雪统领，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了，不妨你也验验。曲小星。兄长，你命人悄悄将黎叔送往别处，我也便命人悄悄跟了过去。如何？没让你失望吧？哎，大家够热闹的啊！雪统领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季云和调包了。什么话都被你说完了，是真是假，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？你不也是仙士吗？行了，既然误会已经解除，就到此为止。青书大人，浩清行事莽撞，烦扰了各位，甘愿受罚。动静闹得这么大，怎么到兄长这里就到此为止了？来人，把思雨带走。等等，你不是也想知道这情人剑的真假吗？少谷主说要查验全谷，唯独自己的仙士不验，岂不是有失公允？不要，少谷主。大胆私语，竟对少谷主心生妄想！季云和，站住！先是私语、恋主、诬告、伤人，数罪并罚。先行押入思过窟，择日按古规行刑，灭其元神。少谷主血液未动，虽未动心，却有失察之罪，当禁足。
你们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要想活命，就安静些。青书大人，你跟随少谷主多年，替他挡了不少生死劫难，也算是有些功劳。方才在众人面前，我必须重罚你。这几日你需受些刑罚，待谷主出关，我会劝他留你一条活路，流放谷外。大人不杀我，有些情愫不可宣之于口，却未必是错。他日离谷忘情，或许尚有活路。我就只能帮你到这儿，押他走吧。大人，少谷主身边不可无人，要对付景云鹤，他需要我。我求求大人，让思雨留下。别把自己看得太高，其实你没那么重要。趁动情未深，赶紧抽身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带他走。该去受刑了，走吧。兄长身为少谷主，禁足只需要做做样子便可，何必要这么为难自己？赏罚分明，谷中才不会有所非议。也是，兄长可是志在谷主之位的鸿鹄，与我这样的闲散之人自然是不同的。听闻兄长想要当面向我致歉，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吧。雪三月假意与我合作，实则将全部计划告诉你，掩护你打碎调包了情人剑，对吗？兄长这么说，可是有何证据？我确实没有证据，我就是好奇你到底许给他什么允诺，才把他拉回到你身边。你若不想我再去找青书，就让我说个明白。雪三月若是这么容易背信弃义之人，那他一开始便不会成为我的盟友。从头到尾，他从未成为你们那边的人。是林浩清让我来的。今晚林浩清会请青书大人去大殿抓你。雪师姐本可与林浩清合作，为何最后还是决定要来帮我？我喜欢的人，绝不能成为任何人的筹码。敢碰他的人，都要付出代价。好，这个忙我帮定了。找到了，我找到伪造的方法了。有好戏看了。等等，你不是也想知道这情人剑的真假吗？所以你验自己，验雪三月，都用了赝品，唯独对付思雨用了真正的情人剑。所有人心都为己所用，果然是你，够狠。有句话劳烦兄长记得：害人终害己。你在怕什么？既然你心中毫无畏惧，与鲛人之间清清白白，为何验自己也用了赝品？莫非你与鲛人之间，并非单纯的攻心利用？我不知道兄长在说什么。阙云河，我说过，小心玩火自焚。出事了，思雨逃狱了。
防范，你竟然带了雄黄！困兽一搏，不得不防。我本是觉得你可怜，如今看来只有可怜。我死也要替少谷主除了你！少谷主，为什么？我说过，我的事不要插手。百年相伴的仙师都下得了手，看来我离谷的这些日子，我们这位少谷主又心狠手辣了一些。我是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林浩清了。他心思太多，我看着远不及你的长意单纯。雪师姐还是关心关心你的黎叔吧，这趟折腾，他应该受了不少罪。这次，多谢。我们的合作不只是利益关系了。谢礼，剩下的情人剑，黎叔说，也许可以换点零食。这是黎叔让你给我的，不想要？别啊，苍蝇再小也是肉嘛。既然你心中毫无畏惧，与鲛人之间清清白白，为何燕自己也用了眼皮？莫非你与鲛人之间，并非单纯的攻心利用？季云鹤，林浩清问的没错，为什么你不敢用情人剑来验一验自己？难道你真的对长意动了心？你自己难道也不知道答案吗？这情人剑验出来的，到底会是什么结果？云禾，云禾，藏什么呢？秘密，你去哪儿了？长意说他要见你。你又去见他了？我看你训他训了这么久，一点进展都没有，我当然要为你添把柴啊！我就去告诉他，思雨已死，林浩清被禁足，再也没有人欺负他了。你知道吗？他感动的都快哭了，还说要送你礼物呢。他现在已经身无长物，有什么能送的？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哎呀，与人相恋真好，天天都有人送礼物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别去了，你这么累，我替你去看看吧。别，我正享受着呢。走了。哎。
鲛人的御水术还能控雪啊？听洛洛说，你想看雪，所以我就……你不是说岸上没有什么能让你看得上眼的东西吗？岸上其实好东西很多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有很多可以让人留恋的东西。你说的对，岸上也很美。这雪，你喜欢吗？不喜欢啊。大尾巴鱼，其实我对付林浩清还有思雨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你不用这样报答我。我不是为了报答，只是为了你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愿意和你一起留在岸上。倘若我不像你想的这般好呢？万一我不值得你的信任呢？鲛人只听这里的声音。他说你值得，你就值得。大尾巴鱼，其实有件事情你一直没有给我答案。纯善如你，怎么会伤了顺德仙姬，还打伤了仙师府的弟子呢？这个很重要吗？重要。我救了他。救了谁？你刚刚说的顺德仙姬。那日海面风浪如山，她掉进了海里，我救她上来，送回了岸上。然后呢？她说，她想找一个能护主的仙师，想带我回去，我没答应，她就没人抓我。所以你就打伤了仙师府的弟子。可是即便是在岸上，离海那么近，你转身就可以跳回到大海里去。鲛人一旦入海，便会力量倍增，谁又能绑得住你呢？他师傅，你们的仙师。长记性了吗？以后还乱不乱救人了？你怎么就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在胡乱救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善恶本就是一念，背恩忘义是恶，那见死不救又是什么呢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料尽事实，也不是任何的事情都可以用利弊得失来衡量。所以，若有下次，我还是一样，向心而行，无非后果自担嘛。就这样。就这样。那如果有一日后悔呢？有一日因此而难过一生呢？后悔的话，难免会难过，但如果因为怕后悔而负了眼前，岂不是更难过？谢谢你，大尾巴鱼，你让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。长夜，你的纯善是这世间最珍贵难得的美好与希望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守住它。云禾，等等我！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有一件事情被我忘了很久，我要感谢长夜，让我听见我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我决定了，不给长夜断尾。我要救他出去。你说什么？是顺德撒了谎，
他隐瞒了真相，长意他是无辜的。这个顺德仙姬，我以前只知道他性格跋扈，没想到他竟然随便给人按罪名。这事儿我骆景桑忍不了。但是云禾，在别人眼里，长意是罪徒，他们不会相信他的话，所以我们才更要求他出去，不然还不知道他要在这里受多少苦。好，我就喜欢刺激的。走，我们去找许三月。在找他之前，我们要先去找一位深藏不露的家伙，他跟某些事情可脱不了干系。张嘴。三月，我想躺你怀里。受了伤还贫嘴？真的，那牢房里又暗又潮，睡得可难受了。之前要你好好修炼，你懒，如今尝到苦果了。因为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担心。对了，你为何非要让我将那情人剑作为献礼送给纪云禾？三月，你这药熬得有点苦啊，你能不能去花海帮我摘一些果子，换个口呀？好，自己把药喝了。好。进来吧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我就知道你一定有问题。都说我演技高超，看来比起你，我倒是逊色了许多。雪三月已经被你支开了。今晚你我之间的确需要好好聊一聊，坐吧。不必再客套了，说说吧。你何时看出我跟长意是在演戏？我说过，打架你们得找三月。论起情爱嘛，你们还得问我。如果真是眷侣，何必非要哄他上岸？你随他去东海不就行了？看来察人观色，你功力不比我差。思雨的心思，我的心思，你早都看在眼里了。为何不拆穿我呢？三月需要朋友，你需要同盟，而我，则需要一个保证。保证你绝无二心和后路，全心寻找解药，带三月逃出万花谷，不再受寒霜的威胁。你就这般有把握，我会为了长意接受你的要求？我只知一事，倘若这戏演得够逼真，那说明这戏子其实早已入戏。现在我们可以重新谈交易了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今日之事，三月不需要知道。该知道的，我都听见了。哎，三月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本想回来问问你吃什么样的果子，没想到倒是听到不少令人意外的话呀。你要干嘛？三月，冷静啊，有事好商量。纪云禾，你与长意之间只是做戏，只怕是真心而不自知。但用完情人剑以后，应该已经明了。情人剑已经被思雨打成碎末了，所以我对长意的心意如何，我现在也不知道。正如我们偷到解药之后，我们的命运如何，我心里也没底。本来与你结盟只是缓兵之计，好等长意断尾之后，将它献给林苍兰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只想给林苍兰添一点麻烦，把长意送回家，然后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雪三月，我纪云禾一直都是说3分藏7分，但如今我毫无保留。我们原本的结盟，如今还算数吗？
我雪三月生平最恨被人背叛，此为警戒，若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哎，君和，我听闻仙家结盟是要送礼以示诚意的。我没灵石了。三月刚刚饶了你主子的命，还不够吗？云和，有什么压箱底的东西就都拿出来吧。万花谷地势险要，四方布满禁制，平日得有谷主的许可才可出万花谷御林。若想要逃出去，就必须了解万花谷的地势以及布防习惯。这是我根据这些年的观察绘制出来的一张图。看来你早就有所准备。虽然万花谷不在天宫上界，但亦是仙家所居之地，为何守备如此严密啊？因为镇压青羽鸾鸟的十方阵就在万花谷之中。十方阵，这是个老故事了。类同司命星君掌命盘，织造仙君善食色，风师雨伯布控云雨。身为帝俊后裔的御灵师也有自己专门的职责。当年朱燕之乱后，御灵师便被指派训谕下界所有犯事之徒。原本一切尚算有序，但是就在1000年之前，突生了青羽之乱。青羽鸾鸟本是上古神鸟，一代凤凰，可偏偏生性张扬狂傲。据说它每次出生，便会作乱世界，搅得四海八荒不得安生。当时万花谷御灵师之首无常圣者宁若初，联合9名修为高深的御灵师，一起将这青羽鸾鸟诱入到万花谷之中相斗10年，终以10人之力铸就十方阵法。最后宁师祖不惜以自己的性命封印住了青羽鸾鸟。万花谷由于镇压着青羽鸾鸟，所以守备重重。关键的10枚阵眼皆被隐藏，就是为了防止青羽鸾鸟出逃或被营救。说起来还真是可惜可叹。那是先帝和四方神君为镇压朱院乱军已陨灭，而天君的元神还被温养在菩提树内，尚未出世，否则也不至于要宁师祖以性命去封印这个青羽鸾鸟。不过青羽鸾鸟不是一代凤凰吗？怎么一直都没有他的同伴来救他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傻呀？青羽鸾鸟之辈早就被御灵师捉拿驯化了，哪还有人来救？说是一代凤凰灵力至高，可听起来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十方阵这么明显的陷阱，他都往里跳。谁知道呢？说不定当时御灵师里也有善于御心之辈吧，引得这青羽鸾鸟明明知道，还要自欺欺人的孤身赴阵。那其他的9名御灵师呢？其他的御灵师来自四海，事成之后自然也散归四方了，而且时间一久，也都断了联系。可是他们一走，那10枚阵眼的所在之处，岂非无人知道了？这等机密，万花谷谷主历代相传，只有林苍兰知晓，最多也就加一个林浩清。不过这1000年旧事与我们又没什么干系，我们只要找到防守薄弱的地方，带着长衣离开便是。那解药呢？林苍兰的腿脚不好，解药一定在他内殿，先偷药再出逃。可林苍兰眼下正在闭关，要想入内殿偷药，岂非自投罗网？所以我们要出一些乱子，引开林苍兰还有那些守卫。但是要惊动林苍兰，可不能只是一般的混乱啊。只要你和三月当日能盗得解药，这场混乱我来搞定。就你呀，你连思雨你都打不过呢。三月，他小看我。我信他。云和，我也信他。只是有一事，林苍兰出关之后，定然会关心长翼断尾之事，所以要动手，得在他出关之前。3日，就3日，到时候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办法。云和，哎，云和，你该不会真的要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黎叔吧？你是不是看他生得好看，就什么都不顾了呀？洛洛，你当真觉得黎叔那么简单？他除了模样稍微好看一点之外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
他脖子上那个铃铛看起来像个鼓，应该能换很多零食吧？怪不得你只是个管账的。你想想啊，那一日，黎叔被林浩清秘密关押，我派小青前去解救。小青告诉我，他一开始就跟丢了，是黎叔他自己避开了守卫，还传了消息给他。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觉得黎叔不简单的？你仔细想想，当初是他说服雪三月跟我们结盟，后来提醒我用情人剑查验思雨的也是他，发现我跟长衣恋情是假的，更是他。看透局势，揣度人心，临危不乱，而且还有办法让自己脱困。我觉得他身上藏着的秘密，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。这黎叔他好厉害啊，那你还敢用他？因为我赌他看雪三月的眼神，一定是真的。